我们的刁民啊，这是我们的子民啊，这是我们的子民，我们要为他们健康着想啊。这里生产力算什么？这个爱民如子领导，我们的子民生命高于一切。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玩1万纪元，我们已经来到了游戏里面的第3个春天啊。上期有一个把工人的健康值提升到40的任务，那么我这边把物资稍微调高了一点点，这个任务也就顺利的完成了。现在我们把科技点开，把最后一个科技研究出来，矿场勘测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一排显示资源的栏位啊，这个栏位是可以通过右键进行更改的。我这里建议把皮革的显示改成砖块，因为皮革的产量很高的，每次你只要产肉，这个皮革就有产出，而且几乎没什么波动啊，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显示出来。冬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耕作的科技给研究完了，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种地了啊。先把路连过来，再点一下生产，点一下菜园，这个位置放一个，然后这个位置再放一个。下面一个菜园就生产蔬菜，上面一个菜园就生产这个草本植物。现在没有人，对不对？铁力有快2000了，那我们把铁定稍微慢一点，一边捡一个人出来，放到这个菜园里面。好，那么基础矿井可以做了，煤也可以采了。这边我是没办法啊，兄弟们，这边没办法，我没有人了啊，实在是没人了。矿物勘探的科技研究好之后，我们可以做这种基础矿井。基础矿井是可以采到铜矿还有煤的。我们现在把这个基础矿井做下去之后，它才能开始勘探这个地下的矿。大家记住，我做这个矿井不要离得太近了，一定要离远一点啊，最起码要离这么远的距离，因为到了后期可能会做那种传送带的，如果你隔近了之后，这个传送带就没办法放了啊。就说这个位置，这个矿井是需要连路的啊，把路来连一下，这样连。好，行，加速。这边我们先不要让它开始生产，因为已经没有工人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我们把这3个矿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矿？需要151个石头，25个木材，57个砖块啊，插石头。分析矿脉非常的消耗石头。我们刚刚做这个机器啊，做这个机器消耗了很多石头。那我现在急需用石头，那么我们再做一个野外营地啊，做一个野外营地，看哪儿有石头啊？这儿啊，这儿有2块石头。好，加速。把这边采铁的稍微抵一下，这边铁矿有800多了，暂时也够用了。铁锭也很多，铁锭的1700，我们把铁的生产速度稍微降慢一点。这边采铁的3个人拿出来，过来采石头。现在产量应该翻倍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哎呀，缺电了，赶紧啊！公共设施，风车1个、2个，哎，这里放一个，可以把4个资源全部给它框进去。3个，好。这3个小孩长大成人了啊！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什么资源比较差。铁矿，又把铁矿加上去。来，刚好3个人啊，过来采铁，过来采铁。刚刚长大成人就投入工作啊，把这边的矿井给它分析一下。锡矿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55，等待一下啊，又来了一群女人，太好了，来加入4个工人，好 ，nice。锡矿石其实不着急啊，兄弟们，下一步可能我会用到铜，我们再分析一下，看能不能出一个铜啊，出个铜矿我们就开始采铜。这4个人我们来分配一下，现在春天可以采蘑菇了，蘑菇的产量我们来采蘑菇，来采蘑菇。之前是因为冬天蘑菇不能采，只有把工人都腾出来去做别的事情。水马上又爆仓，那爆仓就爆仓，不管它，反正水井这个东西又不消耗电啊，又不消耗电又不消耗人，爆仓就让它爆仓，浪费就浪费，不管它。有个小伙伴问，这个建筑物丢下去会不会占用木材资源？是会占用的啊，兄弟们。如果我把这个建筑物丢下去，这些树会自动被砍掉，那么这个野外营地可用的木材就会减少，不会减效率，它只会减这里边的可用资源的总数。好，那科技全部研究完了，研究完成。这个没研究，来，让我们把它研究一下。这个侦察勘探的科技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侦察员协会，然后到地图的外面去探索。这个世界地图现在我点不了，等我把这个建筑物做出来就可以打开了啊。好，那么第2个矿也给它分析一下。好，开发好了，公共设施里面吧，应该是啊，对，公共设施里面。这个东西比较耗电啊，这个东西现在做出来用处不大，而且要消耗85个电量，我们稍微等一下啊，晚一点再做没关系。好，现在这些刁民提出意见的啊，他们要上10天班休息1天。效果是所有的职业加7%的知识获取，这里的知识获取就是我们每天获得的知识点数，然后所有职业加5点士气减15点劳动力。这个规则一旦制定将永久生效。那么如果你这里点不答应啊，他们还会提出其他的要求。我这选择拒绝啊，因为后期人口起来之后，知识点不怎么缺，还是给我老老实实上班比较实在啊。又有人来了 ，nice。
多少个？6个。哎呀，好样的，真的是雪中送炭呐！看看这边啊，好，铜矿石行开采铜矿石必须要2个专家，如果没有专家的话，效率会非常低。那么还不如不打开。首先得训练2个专家啊，开始训练。这几个人物可以先让他们产一波草本植物啊，对，草本植物1、2、3、4，效率55。哎，这个效率怎么这么低啊？这边效率有70。这个菜园它占了几个？占了1、2、3、4、5，占了5个啊，这边只占了3个啊，所以效率很低。这个菜园是抛电的啊，那这样子啊，我们再做一个生产菜园。又想怎么样啊？把每一个人的分配提高30%，这种要求他们也敢提出来，真的是贪得无厌了。这帮刁民，我是不会惯着他们的啊。这边矿其实可以采起来的，来，专家放进去，开始采。另类的伴侣，又要搞什么？真的是啊！之前那么刁民提的要求是把人均需求提高30%，现在是把这个需求提高20%，但是多了2项争议，一个是所有职业加7.4起，一个是害虫发生几率降低。那么我们就答应他们。好，到冬天了，到冬天之后稍微等一下，这几个田里面的人全部可以拿出来嘛，要在里面把矿采起来。3、4、5、6、7、8、9、10，好，这边的矿床也给它分析一下啊，多的人全部给我投入生产，看哪个地方差人。木材只有800，那过来产木材。我们点击这个小图标可以切换资源面板，如果你一排看得不清楚，可以把它点一下，切换成2排。切换之后图标会变小，但是会显示更多的资源。终于到春天了啊，这是我们的年终总结。到春天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田赶紧都种起来。铜矿石现在不用采这么多，把这边的劳力减一点，因为到了下一个时代我们才能开始戳铜锭，那么现在采这么多也没有用。纸张有1700了啊，纸张这边也可以稍微减一点啊，减2个。啊，现在腾出了10个工人，衣服现在有700，也可以减产了，80、65，腾出来的人呢就去给我采蔬菜，1、2、3、4， 1、2、3，多产一点这个草本植物，到下一个时代非常缺啊！这个玩意最少也给它囤到4000个啊！哎呀，采蘑菇的也要加了啊，兄弟们，铁，那把采铁的少一点，来，把采铁的给我拿出来，哎，别采了，够了，蘑菇有1000吧，来，采肉的少一点，多去采蘑菇。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木材，原木的数量有点少，然后消耗还有点大，这样我们把产木材的和造纸的一样再减少1个人，放到上面的这个野外营地里面去采木头。好，所有的资源都非常健康。好的，我们现在进入行政中心，看到下一个时代的要求，知识点已经超过了，人口要到90，现在我们是73，那么还差17个人。现在我们的人口基数是70，儿童有27，那么我们现在只用稍微等待一下，等待这些儿童长大成人，我们就可以顺利到达下一个时代。好，行，我们现在把游戏速度再次加快一点，3倍速，肉和铁锭的数量都到2000以上了。我们把这边采肉的减少1个，烧铁的再减少1个，点一下资源，野外营地，看哪儿还有石头，这儿有石头吗？哎，这儿有石头。好，那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野外营地。哇去，现在刚刚有7个儿童长大成人了，那么我们这边把缺失的人全部加进去了。哎，来了一波陌生人啊，流浪汉，现在人口是81，还差9个刚刚好，兄弟们，来了这9个人之后，正好90个人，我们进入了新的循环时代。这个时代接手了农场、住宅、仓库、警卫室、熔炼厂、维护中心，还有水泵。等会儿啊，我们先把速度调为0.1倍速。我们先来看一下科技，看一下这些科技需要消耗的材料，我们现在早做准备啊，兄弟们，纸、砖头、纸、铜锭，还有纸、电线、纸。好，那么我清楚了啊，需要大量的纸，把这个稳定根基先研究了，然后把纸张的库存调高一点，纸张的库存是8000，好，应该够啊，兄弟们。那我们这边的2个伐木厂全部加满人，全力生产纸张。好，现在把游戏加速一下，所有的资源我都准备的很足啊，兄弟们，这个时代应该不会卡壳。看这个刁民又提什么意见啊？这个要求是让我们做一个维护中心。好，来，做一个维护中心，肯定是要做的。维护中心需要10个玻璃，10个玻璃呢，现在还得要先升级科技啊，先升级这个分层的科技。这科技研究完之后才能产玻璃。那么先把这个科技研究了啊。
等我们把下一个科技，就这个科技贸易扩张里面有一个警卫室，警卫室出来之后，这个刁民的安全得到保证啊，又可以加士气，士气加5点就可以达到下一个档啊，士气良好，那我们的效率就到了 90%。好，开发完成了，那我们下一个就赶紧来研究贸易扩张。沙子好了，对不对？那么这边开始采沙子，采一点沙子，那这边就开始戳玻璃。等一下，这什么？远方发生灾难，空气在灼烧我们的喉咙，天气这么红，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啊，保持冷静就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黑云压玉，什么鬼？发生大火了啊！留在室内，所有人减7点健康，减45点劳力，加9点士气。灾难发生前会得到控制，火灾几率提高。好，来，那我们留在室内，不要工作了。这是我们的刁民啊，这是我们的子民啊，这是我们的子民。我们要为他们健康着想啊，这里生产力算什么？是一个爱民如子领导，我们的子民生命高于一切。好，警卫室的科技好了，我们把这些速度加慢一点。这边开始研究什么呢？我看看啊，先得研究铜锭，研究完了铜锭才能造电线，那先得研究这个玩意啊，隔热炉开始研究。警卫室好了，兄弟们，那么我们先做2个警卫室，公共设施。我去，警卫室要电线，搞错了啊，警卫室。那应该是先研究隔热炉，再研究开关电路，最后再来研究警卫室。我忘记了啊，大家记住啊，到了这个向前迈进的时代啊，先研究根基，再研究分层，再研究隔热炉，再研究开关电路，再来研究这个贸易扩张。锡锭和锡矿石都不用着急，可以最后研究。这个农业轮作是种那个麦子啊，谷物，你也可以晚一点研究。这2个都不着急。好，行，我们开始加速。好。然后再研究开关电路啊，开关电路现在还研究不了。那么我们现在铁锭有2400，对不对？然后这2个熔炉不要烧铁了，全力烧铜，2个锻造厂全部给我来烧铜，铜多得很。之前我囤了1600个单位铜了，所以说有些事情呢要做在前面。下面2个科技差材料，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农业轮作给它研究了，只要30个小时啊，1天就好了。开始研究隔热炉，研究好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锻造厂升级为熔炼厂。那么现在劝大家不要升级，因为你一升级之后，它不但要专家，而且要消耗电，得不偿失。好，又来人了，干甲现在多少人了？又有11个人了，这个任务也完成了啊，升级到100，人口来得太快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全面维护，我们先让它中等维护啊。这个维护中心就是这样的啊，有必要维护，有中等维护，还有全面维护。每个档的事故风险是不一样的啊。全面维护的话，它的事故风险最低，但是维护成本最高。中等的话就是中等的维护成本啊，中等的事故风险。必要的话就是事故风险很大啊，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点这个必要的维护。如果你的资源很多的话，就全面维护；如果你的资源有点紧张，可以点到一个中等的维护。等这个维护的状态不太好了，这个调到中间来了，那我们再来全面维护也可以的。现在有100多号人了啊，兄弟们，居民区最起码要加1个，要不然有的人他会没地方住啊，非常冷啊，这么冷的天，你让他露宿街头有点说不过去，对不对？不要做这个2级住宅啊，2级住宅它有电线，我们现在没有电线，就做1级住宅啊，到时候有东西了我们再来换。这2个位置不要做啊，兄弟们，这2个位置我特地空出来是准备做那个警卫塔的，然后这个酒吧旁边也不要做，酒吧旁边我是准备做医卧室的，这儿做一个，落点过来，这里再做一个，然后还11个闲人，那么11个闲人全部给我投入生产，现在啥都不看，只看哪儿插人，加上现在人多啊，工匠给他训练出来1、2、3、4，训练4个工匠，这种菜的我都懒得拿出来了，我实在没地方塞了，就让他们在里面待着吧。好，我们现在开始研究下一个开关电路，最后再来研究这个增强耐用性啊。趁这个时间，咱们可以先把这个种田的农场给它做出来，一个种谷物，一个种大麻啊，不是啊，一个种谷物，一个种那个什么亚麻布，这儿放一个，这儿放一个，其实上面还可以放，这个位置还可以放，先做2个，后期再加。好，最后有个科技了啊，做一个科技要电线，那么现在没有电线啊，兄弟们。电线是在哪儿生产呢？在这个造工具的铁匠铺里面生产电线，电线需要铜锭，我们铜锭又攒了多少？58个，铁匠铺还得加一个，生产铁匠铺。好，把路连上，加速，一阵咆哮声传来，又是怎么啦？
大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船啊，路上发生了风暴，需要修理。但是呢，看着我们很落后，准备勒索我们一下，找我们要355个铁锭、55个工具，然后1400个单位的肉，还要630个单位的蔬菜。这里你无论选择什么，你都要给他。你选择这个不给他，他会向你的营地旁边发射几发炮弹。我们直接点第一个啊，直接点第一个。还好这些资源我都有啊。这个任务就直接完成了，确定。那么这个加班的负面 buff 就没有给到我们了。先把科技看一下，这个时代所有的科技都弄完了，还差一个增强耐用性啊，需要125根电线。我们只用稍微等待一下，2个铁匠铺全力在生产电线。玻璃暂时不会用了，我们还是回头来生产砖块。这边的维护中心里面要人，刚刚说还人多了，现在又开始缺人了。纸张现在没必要那么多了啊，兄弟们，看一下最后有个科技需要多少纸啊？需要680张纸，那么我们纸可以减产了。上面个伐木场开始生产木材，再看一下啊，铁矿石可以减产。我们把下面这个野外营地的铁矿石就停掉，里面只有149个了，采不采无所谓啊。石头也可以少一点，这里面采石头3个人拿出来，石头有1900，现在用不了那么多。铜矿石有1800，快2000了。啊，这边人也减少一点，减少到6个人。我们现在腾出了14个人，先把这个新造的农场给加满，2、3、4。这边生产亚麻布，其实亚麻布现在也用不到啊，亚麻布是做衣服的，做这种工作服的。工作服我们到下个时代才会用。我觉得土坑和砖窑倒是要加，因为到下一个时代可能要用到玻璃啊。那我们这样，兄弟们，把事情做在前面，再加上一个砖窑，离远一点，就这个位置。好，那在这个位置的上面再做一个土坑，资源土坑。好 ，OK， 好的，我们的电线攒够了，把最后一个科技研究一下。那么把下面的铁匠铺腾一个出来，继续搓基础工具，一边搓基础工具一边搓电线。上面有个土坑在生产粘土和砖头，那这边就生产沙子和玻璃。也有电，哎呀，停电了，快，1个2个，这儿可以放2个，1个2个，这边开始生产1、2、3，多的全部放这里，还多3个人。我看看啊，肉啊没蘑菇了，来，那里蘑菇没采，加上去，采蘑菇。这维护中心里面还没人，真的有个人死了。今天是个悲伤的日子，首领，我们对死亡并不陌生，但这是我们到此定居以来第一次遭遇死亡，因此打击格外沉重啊。有个家伙，有个子民死于疾病。拿蘑菇做，有蘑菇了，这边继续拿肉做。其实2枚都拿肉做都问题不大，加速。好，全部开发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一片居民区里面造警卫室。警卫室的位置我之前已经预留好了，就是这个位置，一边一个，这里和这里一边放一个。那么有了警卫塔之后，我们的子民又多了一项安全，又加了7.4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个时代需要些什么人口。科技点还差1000，人口还差8个，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下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现在要把什么做在前面呢？就是锡矿石还有锡锭。那么我们再做一个这样的基础矿井来挖锡矿石是不现实的啊，兄弟们，因为真的是没有人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铜锭有156，铜矿石我们的铜矿石攒到了1700，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可以稍微采一点锡矿石。这2个老式的锻造厂就不要动了啊，兄弟们，我们不要动它，也不要升级，就让它在这里熔铁熔铜。那锡锭在哪熔呢？就在这个矿井这儿熔。生产2级建筑里面建造一个熔炼厂，我们把这个熔炼厂做开一点啊，不要做太紧了，然后把路连上。这个熔炼厂到了大后期可以通过传送带跟这个基础矿井进行连接，墓地和厨房好了。那么这样啊，兄弟们，你有几个子民还没有下葬啊，把这个玩意儿搞一个放这里吧。好，把路给它一连，让他们入土为安。没有木材，那现在还入不了土，还得在上面等一会儿啊，在上面稍微等一会儿。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接着玩妖班纪元。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其实是负了，负380千瓦，是因为上期结束之前造了一个土坑，造了个砖窑。如果想让他们投入运营，风电站起码要造4到5
个，这也是我考虑不周。其实这个土坑和砖窑应该晚一点造的啊，不应该这么着急造的。这样我把它先停一下啊，到下个时代循环5就可以解锁这个燃煤发电机啊。这个发电机它的效率非常高，一个就可以产出6到7千瓦的电量。现在人口只差8个。知识点差1000点，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啊，等下个时代再把这2个机器打开。知识点还差300，人口还差6个啊，我们马上就会到下个时代。那么为了下个时代不卡脖子，我们需要每项资源都很健康。因为电的问题，土坑和砖窑只开了1组，所以砖头和玻璃得轮流生产。可以看到我们的砖头现在已经990多了，亏1000了。那么我们这个砖窑就开始生产玻璃，土坑就开始采集沙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煤炭发电机是需要消耗煤炭的，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现在就要开始采集煤炭。找煤要先做一个矿井，资源里面基础矿井3个，还是老规矩，做远一点，把这个矿床给它分析一下，把3个矿床都分析了。幸好我的那个砖块攒得多，砖块石头攒得多，80储存又快到达上限了。其实可以升级一下，升级成仓库需要10个砖块，42个铁锭，23根电线。都不知道升级之后会不会耗电了，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样我们先升级一个，不行我们再赌一个风力发电装置。好了，兄弟们，这边的矿床全部都分析完了，一个铜。这个是煤，然后这边是铁，现在煤就得开始采，锡矿石采到700了，那把这个矿直接给它停掉，现在没有人，关闭，然后把这边的矿井给它打开，打开电源，开始采煤，全力采。现在电还有200多，很多机器我都不很敢开啊，一开这个电完全顶不住了。再看一下142，知识点已经够了，还差6个人口，6个人口我们直接加速，等待一下。人民的请求又怎么了？纸张分配，所有职业加15%的知识获取。哎，这个好，这个笔记和涂鸦就是98所覆盖的范围里面的人给他供应纸张，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加15%的知识获取啊，我们的这个支点就获取的快一点。纸张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消耗啊，那没关系啊，纸张嘛还好，生产的就快啊，只要原木就够了。仓库要消耗250千瓦的电啊。如果你电不是很够的话，就不要升级仓库了。好，新的循环5时代到了啊！现在解锁的98五金厂、墓地、厨房、医务室、酿酒厂、通用厂房、燃油不是燃油，燃煤发电机。现在我们先把时间调慢一点，进入科技面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着急啊，兄弟们。首先把这个静态涡轮的科技研究了，赶紧的把这个燃煤发电机给它搞出来。再看一下这个科技需要一些什么资源：1400个单位的纸，1600的纸，1200的纸，5000的纸，差不多6000的纸，又加了900，6000、7000、8000，要10000的纸，我的天！最后一个罐头需要20个青铜锭啊，这个罐头最后研究都不着急，铜锭的40，玻璃60。好，那我清楚了啊，兄弟们，除了囤纸以外，其他的东西都不差，基本上不会卡脖子。现在我们2个伐木厂全力生产纸张，新的疆域生产60个药，125个饮料。好，等一下，一切都要等我把发电机做出来啊！来，正好缺人，14个人，现在有人了，对吧？那我们把这块田也给它种上去，开始种亚麻布。好，燃煤发电机好了 ，nice。再来看一下98高档食物。养殖，我们可以做高档食物啦，85个小时。来，这个循环5时代我看了一下，除了燃油发电机这个科技需要优先研究，其他倒没什么。这个节点大家应该都一样，缺知识点，可以优先研究知识点少的公共设施、燃煤发电机啊，做这个位置，这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兄弟们。现在看了啊，现在是255千瓦加速，新的发电之路。储存1200个单位的煤，好 ，OK， 正好我这边在采煤啊，已经完成了啊，本来就有煤，我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了，快，好 ，OK， 生产电需要6个工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2个专家，看一下啊，我们发电，我的天，个10、100、千万11580千瓦，哇去，我的电已加成这个样子了，哈哈哈。那么现在想开什么机器就开什么机器啊，这是任性啊，现在可以任性了。那怎么有工人？那把这个机器至少要打开，这个机器要开始烧点青铜锭了，看看从哪个地方抽掉点人啊？看什么东西多？砖头、衣服啊，写的衣服都2000了，做慢点了。80、65号，减去2个纸不能减啊，纸不能减，后面那些科技都要纸，铁锭还有铜锭只有150。
铁锭有多少？铁锭有1200，感觉也不是很多。这2个锻造厂也不能动啊。工具1700，工具选一个。电线800，电线现在消耗到很慢啊。电线选一个。我把人腾出来干什么？我把这个机器打开，确定。生产一点青铜锭，需要铜矿石还有锡矿石。来，需要2个专家。我的天呐，我还得培训专家啊！刚刚研究了一个什么98，对不对？那把98给它升级一下来，升级啊！现在资源多得很。看一下墓地啊，墓地需要苦尽甘来，苦尽甘来这边是医务室21000，21000不够啊！看一下什么加压系统、酿酒厂，酿酒厂这边生产酒精还有饮料。来吧，研究。又是什么啦？350个人，好 ，OK。灰色地带，你又怎么了？在我们聚集地生活更久的人获得优待，优先获得各类的配给，单独参加培训，住房分配，应激时间较短的人则长时间从事体力工作或者肮脏的工作才会获得这些待遇。行不行？我们这里的指明要人人平等啊，不说先来的你就怎么样，那一碗水要端平了，对不对？好，酿酒厂开发完成了。上面这2个知识点还差，那我们先等一下，先把这个地区感应给它研究了。你好，首领，我叫卡尔拉，你是我遇到唯一的一群人，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是来自一个有20名居民的村庄，村民们都像我一样外出寻求帮助。好，来，休息一下，你要啥？要吃的喝的，来，240个单位的水，90个食物，30个工具，给你。这资源多得很，把你们的20个村民都叫过来，到我们这来安居乐业，有吃有喝有住的啊，还有酒喝。等到20个人来住房可能就不够了，我们再加几个住房啊。现在可以直接做这种2级住房啊，住宅做这种2级住宅。我这里做啊，做2个，1个2个。又怎么了？用皮革和亚麻布生产强化衣物，取代基本的皮革。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些刁民呢，之前穿的是兽皮编织的衣物，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他们觉得穿这个衣服不舒服啊，他们想穿更舒适的衣服，跟他们做这种舒适的衣服，那么就说我们得不停的生产亚麻布，在生产没有？没有点，我去，没点，要点一下，这玩意都是生产没？要点一下才生产，我的个天老爷，真的是科技研究完了，加压系统19000、21000，苦尽甘来还差啊！先研究这个强化训练。我们的任务是要生产125个饮料，对不对？饮料要什么？水、谷物、玻璃。我去，生产饮料要玻璃哦。这个啤酒是用玻璃杯装的，难道他们喝一次就把玻璃杯给摔了吗？有点浪费啊，兄弟们，有点浪费。没有人，这边捡1个，然后把那边采煤的捡2个，采煤的。2、3、4，采煤的采慢一点，不需要那么多煤啊，用的没那么快啊。这边专家加1个，好，这边开始生产，来，又到冬天了，蘑菇停产，农场停产，来，全部停产，蘑菇抽出来，农场的人抽出来，哇，这农场一抽了多少个人出来了？我的天老爷，抽了26个人，我的天！好，来，那把这边采矿的全部点满，采沙子。产玻璃都给我弄起来，打开，这什么回事啊？严酷的冬天，所有户外工作停止，裁缝部的员工死亡，太冷了，冻死了，我们的子民都给冻死了。好，到春天了，我们这边的农田得开始生产了。那现在又开始到处捞人，采煤的薅3个人出来，采铜的也给他薅几个，采铜的不能薅了啊，有几个没上班，把产玻璃的停了。别产玻璃了，都不产了，停下来。每年春天这个采沙子的土坑还有砖窑就停下来。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亚麻布也要给它种上，点一下，好，开始生产了。草本植物有4天了，草本植物就开1个吧，把蔬菜开1个，谷物打开，给我生产。蘑菇的采起来，酒已经够了吧？酒够了，再生产药了。科技。制作药还需要医务室的科技，苦尽甘来。那这个科技知识点还不够。来，先研究这个通用厂房。哎呀，水，我的天，水只有200了。现在我没有电了啊，可以把这些水井全部给我升级成水泵啊。这里做一个，加到2口水井，因为种田消耗了大量的水，把这个路连一下。哇，天老爷，等，那个水46要负了，赶紧的把配比改一下，给我少喝点水，让这些刁民少喝点水。现在缓过来了。这里是个水泵，是160一天啊。这个水井呢，96一天。好，医务室这么快就好了，医务室好了，可以做药了啊，兄弟们，把速度调慢一点。那酿酒厂这的啤酒就不生产了啊，我们生产一点酒精，然后用酒精还有漆锭、玻璃、草本植物
来做药。医务室科技好了之后，那么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医务室公共设施啊，医务室对，好的，这个位置我也留好了，兄弟们看，所有的住宅全部框进去了，非常 nice 啊，兄弟们。哎呀，好 ，OK， 搞一个，那么这些刁民的医疗又得到保证了，那我们这些工人的士气又有加成啊，好像是10点吧。来，我们先把游戏速度加快一点，是流浪汉吗？哎，好，又有一群流浪汉来加入我们，正好缺人。墓地和厨房好了，那么这样啊，兄弟们，你有几个子民还没有下葬啊？把这个玩意儿搞一个，放这里吧。好，把路给它一连，让他们入土为安。没有木材，那现在还入不了土，还得在上面等一会儿啊，在上面稍微等一会儿。科技里面还差最后一个高级金属加工技术，需要1460张纸，那么纸有2000够了。那我们看是产木头。仓库23，仓库又不行了，来升级，确定，紧急事宜，鼠患。首领，我们的粮食储存引来了老鼠，库存正在减少。食物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些动物可能携带疾病，最终导致我们灭亡，只能安装陷阱。那么安装陷阱需要铁锭还有木材呢。好说，之前为了采锡矿石把铜矿停了，现在铜矿石只有380了，铜锭呢一直都有消耗，所以铜矿也得采。看一下没有多少啊，没有4000了。那这个矿井就开始采铜，把人加满。现阶段就是这样的啊，到处拆东墙补西墙，到后期人口起来就好了。酒精也生产的差不多了，把药给它生产出来，只用生产60个单位的药，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目标鼠患已经完成了，好 OK。锡锭，等一下，锡锭用了还少，我们把锡锭换成青铜锭，青铜锭有140，对不对？140水，那么把水井啊，这边怎么回事啊？水井都不采完了，这个游戏里面的水资源是会被采完的，但是到第2年的春天资源又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用紧张，该用还是用。铁矿石有点不够了，只有800了。这个地方还有140个单位的铁，不要了吧？不要了，有人忘记了。这边没有东西采了，石头也采光了，木头都采光了，什么都没了，把这个石头也给它销毁了，把这个建筑物也给它摧毁了。好，这边的铁采起来，木头采起来，刚刚好6个，全部放完了。商人。皮革、肉鱼啊，不要，这些东西有多得很，还要你的，我恨不得卖给你就好啊。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时代最后一个科技研究一下，高级金属加工技术，可以造五金厂。五金厂里面是戳钢的啊，戳钢和发动机。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几个建筑物没有做出来，一个是这个通用厂房，通用厂房是造罐头还有补给品的。这个东西现在造出来没用，首先要把一个叫做侦查员协会啊，首先把这个玩意做出来。之前是没有电没做啊，现在把它做出来吧，来，把路连一下。在一类建筑里面，侦查员协会。通用厂房，好的，侦查员协会做好了之后，我们先创建一个侦察队。创建侦察队是不消耗人口的。大家看我的工人8个，工匠4个，我再创建还是8个4个。然后点一下这个世界地图，先点一下这个问号高地，点一下主线派遣侦察队1去探索，然后再点一下下面的山谷，派2号侦察队去探险。好，我们先探了啊，探完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给大家说。木材现在缓过来了，还是一边生产木材一边生产纸。好，加速。刚刚好像是已经解锁了厨房，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主汤房升级一下，升级成厨房啊，多升级成厨房。升级了厨房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生产这个高级餐食了。高档餐食的士气加成是简单餐食的 1.5 倍。我们可以这样啊，让这一个我们看一下什么东西多，蘑菇对不对？那么用蘑菇和水继续生产简单餐食。那这2个就开始生产高级的蔬菜、蘑菇、水、肉，我们现在多得很。你先生产一波，生产到1000左右，就把这个食物给它换过来。我们所有的子民全部给我吃高档餐食，还吃什么简单餐食啊？简单餐食做成罐头。还有一个东西没做啊，兄弟们，叫做什么？五金厂，对不对？五金厂就是铁匠铺的升级版，也是可以坐在矿井旁边的，然后用传送带全部给它连接好，最后可以形成自动化生产。这样啊，兄弟们，我现在先做了这个位置，我不确定到时候升级之后它的传送带的位置在哪儿啊，进出口在哪儿，我先做一个放在这个位置，不行把它拆掉。好，我们侦查员到了山谷了，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原木、肉、水。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罐头怎么用了啊，兄弟们，就是这个通用厂房里面不是产罐头吗？点一下世界地图，然后点一下高地，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我们先得做一个瞭望塔，做瞭望塔之后再修道路。
在里面放几个刁民，他们就可以把这里面的资源运回我们的基地。这个瞭望塔呢，一天就要消耗2个罐头，然后你还可以建造其他的什么建筑，什么采肉的、采水的，这些建筑物都是需要消耗罐头的。这样我们先不着急建了啊，兄弟们，建了之后就开始消耗罐头了。先让这个远征队，好吧，先让那个侦察队把外面这些问号全部给它看清楚。那这个通讯厂房我们还是保持一个关闭的状态啊，兄弟们，免它消耗电量。五金厂做好了，这边不但可以生产基础工具电线，还可以生产钢和这个发动机。钢需要铁锭、煤、粘土，这些东西我都有。现在可以把钢攒一点，到下个时期肯定要用到钢的，看有没有人啊？没有人。专家有，劳工好说啊，劳工随便在哪儿薅几个就够了。这薅一个，这薅一个，粘土有多少？2600啊，薅一个。沙子有多少？1450，薅一个，你们加上去不就完了吗？对不对？现在我的铁锭只有600了，之前铁锭是有快到3000的，记不记得兄弟们？一旦开始搓钢，铁锭的消耗会呈指数级增长，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增加铁锭的产量，生产锻造厂。这个锻造厂我们做这个位置，后期可能要跟这个五金店连上的。好，这样啊，兄弟们，高档餐食已经有2000多了，所有的厨房全部生产高档餐食，把工匠还有工人的食物全部改成高档餐食。机械扩张，哎呀，不经意间又到了下个时代啊，新的循环6时代。好了，其实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视频就到这了啊，谢谢大家观看，喜欢的点个赞支持一下。